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在我们来聊正式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心得。就其实我们公司最近正在做明年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目标，或者是整个公司的目标，我们都在做这一个这样子的明年的年度计划这样子。那在做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需要回去，就去年的时候，或者是今年的这个地方去做复盘，到底今年做了什么事情，你才能够推导出，像我明年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调研，或者是一些 research，整个市场的变化啊，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样的趋势，然后有什么样的策略是你可以调整的，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经过去复盘的这个阶段跟收集的阶段，最后才能够变成是明年的一些计划的一些方向。然后在这个制作这个年度计划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到自己好像少了一种能力，就是我发现到我在我的思维上面呢，好像少了一个东西。然后我最近一直在想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终于让我找到了这个答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发现到我其实少了一个把东西变得简单的这个能力。就是我感觉啦，我的自己很喜欢做的东西，就是当有一个主题出来，或者是有一个问题出来，或者是有一个事情是需要去执行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我头脑中想象对这个东西的所有的想法，我能够很好的罗列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或者是各种各样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需要做的每一个步骤是什么，然后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分门别类给排好，就是我能够知道，诶，这个东西可能我可以 category 成这样子，这个东西我可以分类在这里，所以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很 organized 的一些执行计划。然后，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些执行计划是非常非常冗长、非常非常细节的。所以我就发现到，其实这几年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有了这样子的一些执行计划，写起来很好看，然后执行起来也会让我很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在做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些执行计划太多了，所以变成到最后很容易失焦，很容易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往什么地方走。所以他可能会做完之后，但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我就最近发现到，我其实在这过程中，我的这个思维或者是我在做的事情，还少了最后一步，就是我应该要把这些整理出来的资讯呢，或者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这些最精华、最总结的地方呢，再次把它去咀嚼，就是再次进入我的头脑中去进行消化，最后呢变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直接、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和或者是一个指标，让我在明年的时候能够很容易的 track 到，就是到底现在我的进度如何，或者是到底我持续做下去，它会怎么样影响我。就是我觉得我少了这个对于指标的这个敏感度，还有要设计怎么样的一个指标去 track 我明年的一些要做的东西。然后最近我就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的心得，就是当我开始把这些我想要做的东西，或者是我整理出来的这些资讯呢，全部变成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好像我们讲减肥这个事情好了，就是可能减肥要做，我可以很好的列出来，就是你如果我要减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有可能100件事情我都能够列出来，甚至把它们分门别类给做好。但是呢，通常一般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没有减到肥的，因为我少了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数据，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 track 的那个指标就是我的这一个月有没有比上个月减少1公斤，就是如果你少了这个关键的指标呢，那就变成是下一个月在做复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有做了很多很多，我有做了这个可能100件事情里面，我做了可能89件事情，可是我还是没有减到肥。到底那个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我好像也不知道。然后继续持续的下一个月再做100件事情，或者后个月再继续进行下去，然后最后就变成是结果是也是没有达成。所以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些问题，我发现到我的思维上面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很明确的指标，其实在你制定计划的时候，在你明年做复盘、做 tracking 或者是做调整的时候，它都是非常关键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主要是会聊聊就是最近刚刚推出的豆包手机，而这一次是应该是很少会聊到中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豆包手机真的是非常有趣。同时间我也会分享，就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 AI 助手，还有就是未来对于这个互联网的一些购物的方式，或者是互联网消费的方式的一些想法。那我们直接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简单来讲呢，就是字节跳动呢，它就是拥有豆包的这一个，它是一个 AI 的大模型啊。然后他们最近呢，就跟这个中信通讯呢，他们合作推出了一个手机，叫做豆包手机。那这个豆包手机最主打的东西呢，它就是有豆包这样子的一个 AI 助手，能够帮你直接完成任务，就是能够帮你直接在手机上面操作，直接在手机上面帮你做很多样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一推出来呢，因为这些都是之前 Android 啊、Apple 啊、iOS 啊各种各样的手机都没有做到的这个境界，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还有很多人想要买这样子的手机。但是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出这样子的手机，然后本来也只是属于一个技术预览版，就是它可能不是，它只是想要测试市场，它不是一个真正在推出市场的第一个产品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变成是它没有很大量的生产。结果就导致了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但是买不到，然后让那个价钱炒到了很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证明了，大家对于 AI 手机或者是对于 AI 能够改善体验这个事情呢是有兴趣的，同时间也可以感觉到是有需求的，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当豆包一下子从外面杀出来，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看的手机都是那几个厂牌嘛，而突然间杀出一个新的选手的时候，能够以这样子新的方式的时候，就让整个市场上的反应呢变得非常的激烈。所以这个是我今天主要会讨论的东西，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跟看到了什么。那这个豆包手机呢，它最主要在解决的事情就是它要让用户使用手机呢变得更加的方便，变得更加的无脑，还有就是你可以更加的不费你的任何的精力就能够完成某一个任务。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即使是我要看我的 calendar， 或者是我要回复我的 email， 或者是我要回复我的信息，比如说我在查我的信息，我可能还需要点去别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信息里面有人问我明天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需要点开 calendar， 我又需要点开我的 notes 去看我之前记录下来的东西，最后我才能够回答这个人。可是这个豆包手机它主打的就是它让它来做这些很琐碎的东西，所以它能够直接帮你回复信息，甚至它能够帮你到不同的 app 里面去比价，最后它能够直接帮你去订外卖，直接帮你去任何的网购平台去买产品，这些都是它可以做到的一个东西。那大家这个时候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假设他今天不只是选一个网购平台哦，他是可以跨网购平台，就是讲他可能去了 Shopee 看了一遍你要买的这个产品，最低的价钱是这个，我可能选出来3个，然后再去 Lazada， 最后再选出来2个，再去其他的 e-commerce website 选出来了3个，最后再进行比较，最后决定我要买 Lazada 的那一个东西。那他就直接去我 Lazada 帮你去做下单了。所以呢，从你的角度，甚至可能都看不到 Shopee 或者是第三方的 e-commerce 的网站，你就只看到他最后给你那个决定 Lazada， 然后他再帮你下这单。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呢，它直接帮你省去了你自己去花时间去做 research， 花时间在每一个 app 之间不断的去做搜索，每个 app 不断来回去做点选，它都帮你省去了这些步骤，然后直接就让你看到结果，直接帮你完成了那个结果，而你这个过程中可能都完全不需要烦恼，然后它就直接做完了，然后最后你就看着它帮你下单，然后你就这样结束了你这个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它帮你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对于很多 app， 尤其是工具型的 app 呢，它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蛮多人都想做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得到。他们是第一个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直接让你可以跨 app 去，它都能够用 AI agent 的方式去帮你操作的一个模式啊。它最主要在用的呢，其实是 Android 背后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在 Android 在 iOS 都有的，就是他们本来是设计给一些盲人或者是可能看不见的一些人呢，能够用一个系统的方式呢，帮助这些人去点按他们的手机。所以他就运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导入自己的 AI agent， 然后就让这个 AI agent 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操作你的手机，最后帮你完成这些东西。那其实，在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是蛮重要的。首先是它要能够看到现在你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屏幕上面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按钮，它都必须能够看到，而且必须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做什么。最后，它才能够根据现在的状况，及时去调整，及时去点按，或者出现这样子一个更加新的价钱，才能够把它记录起来。再来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能够去模拟人工去点按这些东西，好像人手的感觉去点按这些界面，因为这些 app 会觉得是有一个人手在操作这些东西，所以这些 app 就会自己给它点开，让它去做点选的这个行为。再来第三个就是它 AI agent 能力啦，当然除了智慧之外，当然它也需要了解用户的资讯，需要了解用户的意图，同时间需要去把各种各样的资讯收集下来，它是需要具有能够完成任务，能够真正去做比价，能够真正去把各种资讯整合整理，最后给出来自己一个答案的一个能力的。所以它除了 AI 之外呢，它其实结合了这几个功能呢，最后才能够让它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然后同时间让所有的业界，让所有的手机厂商，或者是让所有的 App 的这些平台呢，都非常非常的震惊。那其实这个东西呢，豆包手机可以在手机上面是
第一，但是如果是在其他的可能电脑方面呢，它就不是第一了，因为其实 Perplexity 一直以来，我们也之前有分享到 Comet 呢，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浏览器，能够帮助你去到各种各样的网页啊，直接帮你代理去点按那些网站，去收集资讯，去给你答案，去整理资讯，这些都是很多美国的厂商或者是可能比较西方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比较偏向是从浏览器的角度，从电脑的角度在执行。但是在手机的层面呢，目前为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锁在 iOS、锁在 Android 底下，但是就只有豆包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尝试在手机，所以它是在手机上面第一个展现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一间厂商啦。那最重要的东西是为什么他们都想要这样子做，就是 Perplexity 呢跟豆包手机到底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坚决想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最主要的2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想要提升它的产品体验，就是我现在有了 AI 模型，你能够回答问题，但是我不想满足于此，我想要让这个 AI 模型能够帮你回答问题之外，也能够帮你做好事情。所以他们想要提升他们的用户体验，能够让他们未来的商业模式会变得更好，或者是可能以后的盈利会变得更好。再来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到了之前在做这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 AI 帮你选好最好的产品，但是买不到，平台锁住了不让他买，所以他们一直想着其他的方法能够突破这些很多平台的限制，很多 App 的一些限制，很多软体、很多网站的一些限制，去真正帮助用户去解决问题。同时间呢，他们也意识到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商业机会，一个新的一个商业入口。因为如果今天所有东西都不再是以 App 为导向，不再是以手机为导向，而是以 AI agent 为导向的时候呢，那这个 AI agent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能力？它就直接代表了所有人的入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我以后打开手机之后呢，我不再是可能点进 App Store， 或者是我不再是点进 App， 而是我直接启用我这个手机的这个 AI 助理，让这个 AI 助理直接帮我完成任务。我根本不需要点进 App Store， 我根本不需要点进任何的 App， 就完成了这整个任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字节跳动，它其实本身就掌握着 TikTok 还有抖音这2个最大的一个超级 App。但是呢，对于他来讲，这样子的超级 App 还是不足够，他还是觉得这样子在未来的入口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挑战的机会，所以他就直接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不只是要做 App，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锁在 App 后面，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就直接从系统的这个角度直接横跨所有的这些限制，我就能够像用户这样子，我就可以决定今天我要点开哪一个网站，点开哪一个 App 去帮我完成任务。所以这个就是字节跳动他们主要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尝试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动机，还有就是他们想要颠覆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他们想要测试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东西他们也直接很明确的表态了，就是他们只想做手机的软件，他不想做手机的硬件，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欢迎所有的手机硬件去跟他们合作的。当然，在中国其实就有很多的牌子嘛，OPPO 啊、vivo 啊、小米啊，很多的中国的手机的品牌，所以就是他并不想要去吃手机硬件的这边，因为手机硬件的供应链可能很难做，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竞争在里面，或者是这些手机的硬件它需要投入很多，所以他就只想专注在做软件。你就可以想象是一个好像 Apple CarPlay 的这样子的感觉，就是 Apple 没有自己的车子，但是呢，你在所有的车子，你不管是 BMW、Honda 各种各样的品牌呢，你都能够使用到 Apple CarPlay， 所以就是他也想做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就是所有的手机都能够使用豆包手机的这套系统。但是豆包手机呢是不会自己出一个自己的手机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品牌的。那这个东西整体上而言呢，你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对用户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就是大家一是想要尝鲜，二是如果他今天真的能够这么好用，帮你完成了所有的任务，那这样子不是变得更加的轻巧吗？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看抖音，在看 TikTok 上面。当我想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让我的豆包手机去帮我去做就好了嘛。然后他在做的同时间，我就继续滑我的抖音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美好的情况，对于用户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互联网的平台，这一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有的外卖平台，所有的购物平台，还有就是微信这些交友软件或者是这些通讯平台呢，都开始感觉到威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整个平台的盈利模式，这整个商业模式呢，都可能会被这个东西颠覆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互联网平台或者是所谓的超级 App 呢，他们都
自然而然的去选择了封禁，或者是拒绝，或者是排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基本上像是腾讯啊、阿里啊，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还有很多的银行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而在美国呢，Amazon 同时间也在做一样的事情，也对 Perplexity 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封禁，就是它不让 Perplexity 呢用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的方式呢，去直接在它的平台上面完成购买的这个行为，就是发现到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那具体上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做这样的东西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他们会讲是有可能系统性上面或者是安全性上面的一些风险啊，就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是自己想做的，或者是 hacker 在做的，或者是其他人在做的，还是这个用户自己在做的？就是当我无法判断你这个 AI 来的是属于谁在操作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个东西的，因为只要不是人自己点按的，那所有的到时候如果出事情的话，责任在谁的身上？比如说银行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今天你这个钱是从你的手机被转走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你可以讲是 hacker hack 的，你也可以讲是你的 AI 帮你按的，还是你自己按的。所以这个东西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还没有办法明确这个东西是你自己 authorize 之前呢，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操作之前呢，他们都是只让人手去操作，所以只要他们 detect 到是有一些 AI、一些 bot， 或者是我们讲的机器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全部都是选择封禁，或者是直接可能封锁掉这个账号的这个方法去进行了。所以不管是微信、淘宝，甚至可能其他的一些外卖平台，Amazon，其实全部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都是选择了这条路。但是呢，回过头来，我想聊的更深的东西，就是到底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同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 ban， 去进行封禁，去把账号给登出，去警告用户，这个东西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影响到的，它其实会颠覆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因为呢，这些所有的这些超级 M 呢，其实他们的底层逻辑都是差不多的。首先呢，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的流量，就是你每次需要点外卖啊，或者是需要买东西啊，或者是需要去可能看视频啊，就会来到我的这个 App 里面去逗留。也就是说呢，只要你能够逗留越久，或者是只要你能够使用的次数越多呢，那逻辑上我能够赚的钱就越多。因为我在这个时候，你每次进来的时候，我就能够让你看广告，或者是你在这购物网站里面选择的时候呢，这个推荐的算法是由我来决定的，就是由我这个公司来决定我要把这个产品排第一，这个产品排第二。当我掌控了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决定资讯的排列方式，能够决定资讯什么样的资讯出现在你的前面，什么样的资讯不出现在你的前面。当我能够掌控这样子的主控权的时候呢，我就能够赚到广告费，我就能够赚到这个流量的价值，我就能够让我的这样子的这一个模式呢，有了一些盈利的机会，同时间也有了能够跟这些厂商，就是比如说提供外卖的这些店家，或者是提供产品的这些店家，去进行议价、去进行谈判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全部都转移到了 AI 身上，就是用户甚至都没有打开淘宝，所有的东西都是由 AI 去完成的，然后 AI 完成可能是在后台进行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所有的广告模式都会消失，所有的广告模式都会受到冲击，所有的这个排名方式呢，现在就不由这个平台来决定了，现在所有的排名方式都由 AI 来决定了，这个是所有的超级 App 最不能接受的一个改变，同时间也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会影响到他们最大利润空间的一个点，所以他们就会直接统一起来，全部都是集体反抗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直接颠覆了他们的商业模式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今天这个视频平台它不能够决定用户要看哪一个视频，它不能够决定自己要推哪个视频给你，或者是这些电商平台呢，它不能够决定哪一个产品出现在你的面前，哪一个产品更加优先出现在你的面前，全部东西都让 AI 来决定。还有外卖平台呢，甚至不能够决定，就是所有登录在它这个外卖平台里面的这些食物或者是这些店家呢，他完全没有这个决定权，决定哪一个店家要出现。那这个时候，他对于店家的价值直接降为零，甚至是对于这些商家来讲呢，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这样子我还要放在淘宝上面吗？我还要放在这个外卖平台上面吗？那我不如直接放在 AI 上面就好，或者是我直接让 AI 看到就好了。为什么我需要给平台这些流量费？为什么我需要给这些平台上架费？为什么我需要让这个平台去抽成？就会开始让整个他们的商业帝国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动摇。但是呢，我自己的观点啊，长远来看，这个东西它一定是符合人类的一些懒惰的一个性质，或者是人类想要追求便利的这一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浪潮已经到来了，而且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接下来只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样子的尝试。所以我自己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预计的东西是，这些所谓的超级 App 呢，
他们会自己去做这个东西，比如说像是阿里、腾讯啊、Amazon 啊，他们都有能力可以做好自己的 AI agent，他们都有自己的云端厂，或者是他们都有自己的 AI 模型，那他们当然有能力能够做好自己的一个 AI agent，所以我觉得最后每个人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让你能够在整个购物的体验中是非常的流畅的，是非常方便的。只是我不让豆包手机来做，就是你豆包手机要用是吗？必须接上我淘宝的接口，由我淘宝的 AI 来决定我今天给谁流量，我今天给这个用户推什么样的内容，我今天给这个用户推什么样的产品，我不让其他第三方的人来决定，而是由我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一个 AI 助手呢来做决定。所以我觉得是最后会走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啦，只是最后谁的合作模式更好，或者是这样子豆包手机还能够跨平台去比较吗？还是说他可能去到 A 平台只给他 A，B 平台只给他一个选项 ，C 平台就只给他一个选项，那最后他还有办法掌控这个话语权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持续观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时代的浪潮已经来到了，就是它这个东西不会改变的。所有的这些超级 M 呢，他们也不能够逆向操作，所以最后他们都必须迎合。只是在这个东西的成熟度上面，他们会推迟多久，还有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东西，这个是接下来可以期待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聊到这边呢，其实就可以总结出来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讲的 SEO 的规则肯定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啦。就是首先你看广告模式都会颠覆了，再来你的所有产品的排列方式，所有资讯的呈现方式都会发生新的一个排法了。那就像之前谷歌大家都讲，当有 ChatGPT 之后，都不再需要去用谷歌去找资讯了，资讯的呈现也会发生变化。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所有的 SEO 跟广告模式都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呢，我自己预测的东西可能是接下来会变成是用结果制来收费，就是可能以后呢这些平台的广告模式会直接不见掉，它可能会以结果制的方向来收费啊，就是可能这个 AI 呢，它最后推荐了淘宝的这个产品，然后让用户完成了交易，所以最后呢，这个用户的可能某一个 percentage 的一个抽成呢，就回到淘宝身上，因为他给出了一个最好的建议，所以淘宝赢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用结果制的导向，就是成交之后呢去做分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进行。那之前它的这个广告模式，因为广告模式就更加直接嘛，就是我今天是不管你的销量有没有增加的哦，我只是帮你排在更前面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够成交还是看你自己的，所以你们就互相来竞争哦，你们就互相来竞价，看谁给的价格更高，就排在更前面。我的平台要做的东西就是开放更多的广告栏位，还有维持我的用户体验就足够了。但是现在呢，我是需要去向 AI 证明我的这个结果是最好的，让你选择我这个结果，然后最后我根据你选择到的这个结果，最后我拿到这个分成的奖励这样子。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平台在做的东西也是属于 AI 优化，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资讯都必须优化给 AI。当 AI 今天抓不到我的任何资讯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直接变成了隐形，我再也不会出现在用户的眼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一个网店，或者是今天淘宝，它并没有去做 AI 优化，那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AI 在向用户推荐的时候，完全不选择淘宝上面的任何店家，那会发生的东西就直接是淘宝直接变隐形，然后所有的流量就会一下子去到淘宝的对手身上，所以就变成所有的用户突然间转向去跟淘宝的对手去购买东西。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的东西就是，今天你只要是一门生意，你只要是一个 business， 你今天所有关于公司的资讯、公司的产品、公司的服务、公司的卖点都不能够被 AI 读到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是属于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流量呢，甚至会直接加速了你的对手的成长，同时间让你变成一个在互联网上面隐形的人，因为这个互联网已经发生了本质上面的改变，人类不再是 manual 去搜索这些资讯，而是让 AI 来操作，而 AI 因为看不到你的任何资讯，而选择把流量、把销售给了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所有品牌、所有生意都应该要做的东西，就是怎么样确保我的资讯、确保我的网站、确保我的网店都是能够做到 AI 优化，或者是我们讲的 AEO 优化的。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交互方式呢，它都会影响所有用户的使用行为，影响所有用户的需求，那这个东西就会直接改变了所有企业的商业模式，会有很多企业他们赖以为生的一些商业模式或者是护城河呢，发生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非常考验这些企业能不能够跟上这个新时代或者是这个新科技的一个做法了。那这边我用书店来做一个举例，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想象它可能是 pharmacy 或者是零食，甚至是一些百货的公司呢，其实都是适用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
就是在以前呢，为什么人类会想要去书店？最主要就是因为书店它整合了各种各样可能全世界或者是全国最好的书本，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当我今天想要找一本最适合我的书的时候呢，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能够到实体的书店去逛，去茫茫书海中去找到那一本我想要或者是我觉得最适合我的书。那就因为书店呢，它掌握了这一个权利，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一本书出现在更前面，哪一本书出现在更后面，或者是它可以整合这些所有的资讯，所以它可以赚到这个盈利。同时间，它也掌握了就是能够跟这些所有的这些出版社去谈判、去谈分成、去谈广告模式的一个盈利机会。这个是以前书店在做的事情。但是呢，到了现在呢，我自己发现到我的使用行为甚至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当我今天去到书店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去书店，但是我去书店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本好书，或者是我觉得可能适合我的书，我翻了两下，我觉得蛮适合我的，我会做什么事情？我会开始去互联网上面找，我会开始拿出我的手机去搜寻一下，诶，有没有更便宜的价格，或者是甚至是微信读书有没有免费的书本，有没有免费的这一本书可以看，或者是我能够用更低的价钱去看到这本书吗？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当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书本之后，最后我是没有购买的。所以书店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成本，把书本聚集到他的这一个书店里面。但是呢，我没有进行购买，书店没有赚到了这个盈利，因为整个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会觉得网络上面更便宜，所有的用户都移到了互联网上面，所有的用户都可能用 App 的方式去读书。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大家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哦，大家的需求还是我今天就是想要找到一本更适合我的书，我就是想要可能满足我的欲望，我就是想要学到一个更新的知识。但是呢，书店的盈利模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一下子赚不到了所有的钱。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未来又会再一次的发生改变。就是今天呢，现在所有互联网上面的这些资讯呢，我都不需要主动去搜寻了，而是让 AI 推荐我。这样子，我甚至都不需要可能打开一个书本的一个网站去选购了。就是所有的选购书本的网站呢，现在开始都面临危机。就是现在一开始呢，我直接问 AI，我想要找这样的书，或者是我都不知道我要找什么书，我直接问 AI，我想要找理财相关的书本，请推荐我最适合的，最近刚出版的。然后 AI 根据我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 prompt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指示，最后给出了这个答案，直接帮我完成购买。我甚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书店的网站是什么，我也不需要去实体店去看书本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未来会发生最大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企业都是会发生非常巨大的影响的。就是只有你跟上了这一个时代的这个洪流，你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被淘汰。要不然，即使你是像超级 App 这样子的，或者是这些互联网平台 Amazon、淘宝、微信，其实他们的这个盈利模式都可能会在未来遇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和挑战。所以他们也必须不断的思考，他们在未来应该如何去做转型，如何去在这个新的时代下面有一个新的盈利模式，他们都必须去做改革。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